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题号373，Find k pairs with smallest sums，寻找前 k 个最小的 pair， 而且这些 pair 有最小的 pair sum。题目会给我们两组阵列，分别是 nums1 和 nums2，而且都是排序好的，都是升序排列，然后会给定我们一个参数 k， 要求我们返回前 k 个最小的 pair， 而且它们有最小的 pair sum。好，它有给我们几个范例，我们先快速看几个范例来了解题目要问的意思。第一个范例它给我们第一个阵列是1711，第二个阵列是246，参数 k 等于3，那我们把它写好，就会长成像画面这个样子。横排是第一个阵列，直排是第二个阵列。那这些全部的 pair 里面，前 k 小，也就是前面三个最小的是谁？最小的就是12、14、16，这是我们这边答案看到的12、14、16。好，我们看第二个范例。第二个范例题目给我们，第一个阵列是112，第二个阵列是123，参数 k 是2，也就是找前面两个最小的。那写下来，这边横排就是112，然后直排就是123。那前面两个最小是谁？那前面两个最小就是11、11。那最后返回答案就是这两个 pair 11、11。好，像这边答案看到的。第三个范例。第三个范例给我们第一个阵列是12，然后第二个阵列是3。第一个阵列是12，第二个阵列是3，然后参数 k 等于3。那这时候前面三个最小的 pair 是谁？前面三个最小就是13、23。那因为它全部总共只有两个 pair 嘛，那所以虽然说它要求3个，但最后能够返回的只有前面两个，所以这边最后返回的就是13、23。所以这是一个实作上的细节，就是这个 k 有可能会很大，可能会超过这个 pair 数目的总大小，所以 k 很大的话，就依序返回表格中从小到大的排列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第一个讲说，阵列1和阵列2的大小，最小是1，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排除空阵列的检查。题目保证输入都是有内容的，最大可以到10的5次方，最多会有10万个元素，所以阵列1、阵列2最多可以有10万个元素。然后阵列1、阵列2里面的内容最小可以到负10的9次方，最大可以到10的9次方，所以这边内容可以是正的，可以是负的，也可以为零。然后第三个说，阵列1和阵列2保证都是排序好，而且是升序排列，这是一个很有用而且很强的条件。然后第四个说，这个参数 k 呢，可以从1到10的4次方，也就是最小是1，最大是10000。换句话说，题目这个 k 值它可以从1然后一直到10000都有可能。那其实看到这个规模，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暴力法。为什么？因为暴力法的话，你需要把全部的 pair 都造出来，而且排序好。那全部会有几个 pair？ 全部会有 n 乘以 n 个 pair。那 n 乘以 n 个 pair 再排序好，就变成 n 乘以 n log n 乘以 n。那这是一个远大于2次方的复杂度所以在时间上很可能被平台给踢掉。我要想一个比较快的演算法。那这一题我们可以怎么想？其实这一题我们刚刚在解范例的时候，已经无形中用到这个性质就是已排序的这个性质这是一个很强的条件。为什么？因为从左上角来看每次最小的数字一定是属于同一排要么是往右寻找要么就是往下寻找。为什么？因为题目已经说阵列1、阵列2都是已排序的，所以你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看，比较大的数字都会落在右下角比较小的数字都会落在左上角。所以我们在找前 k 个最小的时候，一定是从左上角开始找，然后慢慢的往右下角探索，有点像在爬山的感觉。平地也就是高度比较低的一定是在左上角，那高度比较高山顶一定是在右下角这是因为题目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强的性质，它说是已排序，而且是升序排列，是由小到大排列。所以一开始寻找的时候，我们可以固定从左上角开始找，然后往右探索或是往下探索。探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资料结构来帮助我们寻找。用哪一个资料结构？其实我们可以用 min heap， 中文有人讲最小堆，有人讲最小堆积。寻找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每一次可能的邻居，也就是往下或者往右，放到这个最小堆积里面。接下来每一步，我们只要从最小堆的顶端，然后 pop 每一个最小的元素，那返回就是我们答案。以这个范例为例，一开始进来12一定是最小的嘛，这没有疑问。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14和72放进来这个最小堆。那最小堆下一次在检查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小？14比较小嘛，因为它们总和比较小，所以14被 pop 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有2个，我们就有12和14。那14被 pop 出来，它又可以把它的邻居推进来嘛，所以它可以把16再推进来。那下一次再取最小值的时候 ，pop 出来的就会是16，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总和最小嘛，所以下一次拿到就是16。所以这一题的基本精神就是利用这个以排序的性质，还有观察这个 pair 生成的规律，一定是左上角最小，右下角最大，所以每次探索的时候都是从左上角出发，然后每次都是往下看或是往右看，然后把它们放入最小堆，就是 min heap 里面，然后每次在取的时候，从最小堆积里面取一个最小的元素，那最后返回答案就是我们所求。好，那现在有了演算法也解过范例，我们就来看程式码实现。其实这一题的演算法很好写，主要就是最小堆积的建造，还有最小值的索取。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造2个辅助的方选，一个是检查边界是否合法因为我们今天是往下探索和往右探索嘛，所以我们需要检查往下和往右的过程中，这个索引没有超出界外第二个是 pair sum， 因为今天题目所求的是前 k 个最小，而且它们比较的根据是这个 pair 的总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pair sum 来帮助我们计算这个 pair 里面的元素总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也是最核心的最小堆积的建造。最小堆积一开始是空的，然后 pair 是储存答案，一开始是空的。那一开始我们一定从左上角开始找嘛这个 pair sum 0000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左上角开始寻找这边的下标会是00嘛，所以一开始从左上角开始寻找，然后它推入了元素值1加2或是3所以我们就会去存放pair sum 00它的总和是3，然后它对应的坐标是00。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内层的回圈。当最小堆积还有值，而且还没累积到前 k 个的时候，我们就每次取一个最小的 pair 出来这个 pair 会有最小的 pair sum， 把它们对应的元素值存到阵列里面，当做最后的输出。那每一步就是往下和往右探索。那假如下面这个邻居还在界内，我就把下面这个邻居推入最小堆。那还有往右，假如我今天是在排头，而且我右边的邻居还在界内，那我也把右边的邻居推入最小堆。那如此反复迭代，每一次都从最小堆取出一个最小的 pair sum， 再把对应的往下的邻居或是往右邻居推入最小堆，最后取得的结果就是前 k 个最小的 pair， 而且它们都有最小的 pair sum。好，我们现在快速的测试和提交答案。好，没有问题，也是一个很朴素的演算法，但是效率非常好，在时间上来到 PR89， 在空间上来到 PR97。那我们回来分析复杂度，复杂度可以怎么看呢？时间上可以怎么看呢？时间上主流落在这个回圈，那这个回圈控制是依赖2个参数，一个是最小的堆的大小，一个是 k 值，所以今天最多会有迭代 k 次的回圈，那内部就会有推入最小堆的动作嘛。那每一次推入和取出的成本都是 log k， 最多会有 k 次所以这边总时间成本就是 big O k log k， 所以这边时间总成本就是这个最小堆积的建造会有相对应的调整，还有取出最小值的动作。那空间呢？其实空间也是落在这个最小堆，因为最小堆一开始是0嘛，是空的，那它长到最大的时候最多会有几个元素？最多会有 big O k 的元素，因为这个回圈最多跑 k 次，那每一次最多推入2个邻居嘛，所以最多里面的元素最多就是 big O k， 也就是这个最小堆积的大小，也就是我们空间上的成本。好，以上就是今天这题的分析与讲解。那今天主要的考察点主要是在利用这个以排序的性质，发现 pair 的分布有一个特性，都是左上角最小，右下角最大，就是根据以排性的这个特质来的。所以我们每次寻找的时候，可以从左上角开始寻找，从00这个位置开始寻找，每一次把下面的邻居或是右边的邻居推入最小堆，并且每一次从最小堆取出对应最小的 pair sum 的元素，最后返回就是我们前 k 个最小的 pair， 也就是我们最终的答案。好，那假如还要发问或讨论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好，我是小公主，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